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Drum Lab Taipei， 我是韦恩。今天我们来到 How to Drum Lab 第2集。那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位鼓手，也是非常多东西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就是这位。好，你可能没有听过 Anderson .Paak， 但你应该听过他的团体 Silk Sonic 的这首歌。Silk Sonic 就是由大家都认识的 Bruno Mars 以及 Anderson .Paak 的一个复古限定团体。除了对这样复古的曲风有完美的诠释之外，今天要介绍的这位 Anderson .Paak 的音乐人，他其实是以饶舌起家，开始做音乐的。那除此之外，更想不到的是，他是一个 Deep Pocket 的鼓手。一开始我会介绍这位独具风格的 Anderson .Paak 以及他的音乐旅程。那再来我会介绍他的演奏风格以及技巧。在爵士鼓架设麦克风时，真的是一场麦克风架及把架的战争。Travis 独有的 O2X 双臂球头让收音更简单。少量的麦克风架即可完成传统麦克风架的繁琐配置，终于有更多时间可以花在创作上面了。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下面的链接，了解更多。OK， 在我们在做这个企划研究的时候，发现 Anderson .Paak 的人生经历真的非常适合拍一部电影，真的太精彩了。那因为碍于篇幅有限，我们今天会 focus 在音乐这块他的人生经验，我也会把他一些有趣的人生经验访谈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或是你是 Anderson .Paak 的狂粉，欢迎下去点点看，都非常有意思。那这首 Silk Sonic 的 Leave the Door Open 应该是大家认识 Anderson .Paak 第一首歌，但你想得到吗？这首歌鼓的录制竟然是 one take 完成的，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他又是怎么跟 Bruno Mars 凑在一起呢？那起因是因为2016 Bruno Mars 的 24K Magic 世界巡回里面，他请到 Anderson .Paak 当他的世界巡回的开场嘉宾，那也因此有音乐上的交流，那促成后面 Silk Sonic 的发展。而在 Silk Sonic 组成之前， Anderson .Paak 个人的音乐经验也是非常的有料，从小他就对饶舌音乐非常的有兴趣，就在家里不断的钻研。那后来因缘际会接触到爵士鼓，而对爵士鼓产生更大的憧憬。之后他被亲人带到地方的教会继续钻研音乐，没错，就是 Gospel Music 的殿堂。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美国教会是真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在流行乐坛里面，非常多重量级的音乐人都是从美国的教会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福音音乐、教会音乐的洗礼，而有丰沛的能量在流行音乐圈发光发热。那也产出各式各样的作品以及曲风，大大的影响整个西洋音乐甚至世界音乐的发展。那当然在我们爵士鼓组上面的演绎也是影响之大。那受教会洗礼过后的 Anderson .Paak 毕业之后就往 LA 的 MI 发展，那顺理成章就在流行音乐圈担任 session 鼓手。但是他还是有强烈的表达以及创作的欲望，所以他陆续也开始筹备个人的专辑，然后慢慢在流行音乐圈发光发热，被更多人看到。那也因为他丰沛的人生体验以及创作能量，他的音乐曲风从饶舌、放克、灵魂一直到 R&B 非常的广。那在 Anderson .Paak 音乐发展这一路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嘻哈界举足轻重的 Dr. Dre。在 Anderson .Paak 发行第一张专辑 Venice 之后，在一次的工作场合，他因缘际会和 Dr. Dre 有合作到同一个 project， 那也促使 Dr. Dre 在后续 Anderson .Paak 的2张专辑 Oxnard 以及 Ventura 担任专辑的制作人，并以 Ventura 这张专辑赢得当年格莱美最佳 R&B 专辑的荣耀。那值得一提的就是 Anderson .Paak 在2021年与环球音乐合作，创立了 AppTrap Inc 这个音乐厂牌。那他们把 Anderson .Paak 长期合作的音乐伙伴 Free National 这个组合与爵士新生代组合 Domi and JD Beck 签下来，持续让更多有才华的音乐人被大众听到。要形容 Anderson .Paak 的演奏风格，我会用 vibey、uplifting、energetic 这些形容词来形容它。没错，与我们上一集提到的力道、稳定、流畅这些形容词都不一样。
那这是因为 Anderson .Paak 的能力与表演方式可以和音乐融合的恰到好处，也因为除了爵士鼓之外，他也会制作音乐，也会透过饶舌或是会用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因此在用任何方式的时候都只为了唯一一个目的，就是 serve the music。 所以我们单以鼓手来定义他的话，似乎是太过局限了。那当然我们讲的这些都与他是位实实在在厉害的鼓手这个事实不相冲突。刚刚讲到从小在美国教会长大，那受福音音乐的耳濡目染，那他在技巧的琢磨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深。我们常常会以 deep pocket 这个形容词来叙述一个鼓手的演奏，比如说像是 Nate Smith 或是 Dan Mayo， 或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位主角 Anderson .Paak。 那到底是什么是 deep pocket 呢？这有点意象。鼓手的基本节奏十分扎实，让听的人听到了会情不自禁想要跟着点头，或是身体跟着律动。这是我想到的解释，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吗？或是你有更好的解释，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到底什么是 deep pocket。 那最后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广告，就是去年 Anderson .Paak 与 Lowy 这个鼓厂一起合作的签名小鼓广告，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绝对是你看过最好笑的乐器广告。那这也呼应到我们今天的主角 Anderson .Paak 源源不绝的创意，除了他之外，我想不到任何的鼓手适合做这样广告的创意。OK，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个 Anderson .Paak 的演奏特色以及创意吧。好，等等，开始之前，这里是 Drum Lab Taipei， 我们是分享音乐以及爵士鼓相关主题的音乐平台，平常分享 drum cover、人物访谈、review， 以及我们最近做的旅行的企划。所以除了鼓手之外，如果你是音乐迷的话，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追踪我们所有的社群平台哦，我们会放在这边。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吧。OK， 刚刚短短的一段这个 solo 啊，里面我加了很多 Anderson .Paak 常用的一些技巧在里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来解析这些他常用的一些技巧。OK，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是在音色上面的掌控，还有一些非常小的技巧，比如说一开始我打的这个。有听得出来当中有一点小巧思吗？再一次哦。OK，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提到的 flam。Hi-hat 的声音会比小鼓早一点。那这样打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 backbeat 的时候是敲 rim shot， 以 flam 这样子的呈现的话，它可以让这个小鼓的层次更出来。那我们来比较一下没有 flam 跟 flam 的差别。好，首先 flam。有听得出来吗？当小鼓和 hi-hat 以 flam 的方式呈现的时候，那个 backbeat 反拍的层次可以再凸显更出来，整体听起来的律动会更有层次，所以它呈现出来是一个比较 laid back 也比较放松的一个律动感觉。那 Anderson .Paak 在他许多律动的呈现当中，也会用这样的层次的方式去表达他的反拍的重量。那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段节奏里面中间的一个过门。所以短短这样子一个小节，它中间有做了很多变化。
这过门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他签名小鼓宣传影片里面有一段是他的 drum solo， 那他里面就打出这个很有趣的过门，所以他是在第4拍开始做过门，所以前面3拍也是跟前面的律动是一样的，所以我边数拍，大家听听看，1 2 3 4 1 2 3 4 1 2 3 4，好，到这里都很好懂。那后面4拍就是这次我主要想要分享的。那它听起来有点不协调，那原因是因为它的拍号中间是有转换的，所以在第4拍之后，它跳到了6连音，所以是。那我先不要做这么复杂的移位，拍子的感觉听起来像是这样：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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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所以后面有2个6。那为什么听起来这么不协调，这么奇怪呢？因为这2个6它是用 grouping 的方式以4来呈现，所以2个6等于12，而它是用3个4来呈现。那它的手脚组合其实都一样，很简单，右左右脚，右左右脚。那后面2个4，那第1拍移到 hi hat。那我这边一直 repeat， 大家听听看这个律动的感觉。那再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上一集也有提到一点点的概念，就是把你的打点、你的 rudiment 节奏化。Anderson .Paak 在打16分 hi hat 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会用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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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很固定的打法，它会掺杂一些 paradiddle 或是其他的东西在里面。那为什么要用 paradiddle 呢？大家听听看。OK， 有注意到了吗？当你在做 paradiddle 的16分的时候，我的右手会有一些轻跟重的变化。所以像第一个4拍，我就是把重音加在1 2 3 4，第4个右手，右左右右，右左右右。那另外一个把右左右右加进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后面的时候，你可以玩更多不一样的变化，比如说，好，这边只是随意的做一个组合，所以它的节奏听起来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重音，重音都是在右手，然后小鼓都是用左手打。所以刚刚演奏的这些，就是如果不是用右左右左右左这样常规打法，右左右右或是其他的 rudiment 在节奏里面呈现，可以有的好处，你可以让你的声音更丰富，也是应用并复习到你原本就在练的 rudiment。OK， 终于来到最后一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节奏。所以在刚刚我的演奏的最后一段，我把这个叠把加进去，那它是固定在1 2 3 4 5 6 7 8 2 4 6 8。做一个反拍的一个感觉，那其实节奏跟这个东西分开来的话，其实不难，主要是加在一起，它的 sticking 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所以我先把节奏演奏出来，大家听听看。2 3 4 5 6
好，是不是相对来讲简单很多？但是难的地方是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这边的手是做一个特别的 sticking。我们来先试试看手的部分。2 3 4 1 2 3 4 1 2 3 4。OK， 光是手的部分，其实它的律动感就已经很强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两个加在一起，听听看。2 3 4。好，是不是听起来它的律动感更有张力？那像这种16分在 hi-hat 上面的节奏，很容易越打越吵。如果你不是刻意要打这种很摇滚金属的节奏的话，记得用鼓棒的 tip 去点出你要的声音，听起来会比较干净。那看到这里，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一段落咯。欢迎大家把今天讲的这些应用用在你平常的练鼓和编曲里面，或许你可以让你的声音更有层次、更有情绪、更有律动感。今天这个企划是与 Trialby 一起合作的影片。Trialby 是由尚俊代理，旗下品牌也有摄影相关配件的 Night Solution 这个品牌，提供声音以及摄影架设的全面解决方案。那如果你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也欢迎点击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你对爵士鼓相关主题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加留言，支持 Drum Lab Taipei 制作更多的深度内容主题。如果你不想错过更多，也欢迎到 Drum Lab Taipei 的 Social Media， 我也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追踪起来才不会错过最新的资讯哦。我是韦恩，这里是 Drum Lab Taipei， 我们下次见，拜拜。